先看星星走远，在太阳升起时我看往哪边，许多愿何时才兑现，孤独也是一种巨大的游戏，所有的情绪都埋在了心底，然后自己对自己说不在意，又回到原点，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细碎串起来，我不要再对谁产生依赖，我不想猜，这是一种自爱，你的温柔我能感受，可是我已经学会回来，说一句我只想和你不改，用心释怀，释怀，这是第几次对别人说抱歉，说不清的原因让我想翻篇，有些无解不如就让它无解，最开始谁也不亏欠，有一种魔力让我无法拒绝，安安静静的两个人靠在里面，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从前，我爱的从前，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这个闯进来，我不要再对谁产生依赖，我不想猜，这是一种自爱，你很温柔我能感受，可是我已经学会回来，说一句我是伤口也不爱，有些释怀该释怀，为释怀可我原来变得习惯，去纠缠，其实喜欢，却不敢说出来。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宇年，欢迎各位。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817快乐。有朋友说你终于播了，这个还好吧？距离我上次直播好像没过去啊！刚才开播前吃了个东西啊，距离我上一次开那个直播估计这咋了？我弄个水喝啊。是不是你说谎没有？我刚才那个啥，刚才那个开播前我吃了点东西啊，我因为我狼吞虎咽的吃的，可能是因为我怕一会儿播没劲儿了，所以就吃口东西再播。然后那个啥，我看看今天就少播一会儿啊。刚刚有朋友说你终于播了，也没终于吧，好像就前2天播的，没过几天呢啊，就是这么的管饱，哎。就是我相信没有几个艺人像我这么没溜，没事就上来播，基本上是啊。他的勇气，所有的情绪都埋在了心底，然后自己对自己说不在意，又回到原点。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追随着进来。今天有朋友粉的是今天就是寻思那个，毕竟有很多朋友已经跟我度过了，这是第7个还是第7个了啊？当然我出道6年，但是这是第7个817了啊，第7个817了，已经跟我在一块成长了7岁了。
你想想，如果他当年35岁粉上我的，跟到我今年的话，也41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哪怕当时是说18岁的时候粉上我，今年18加6，今年也24岁了，是不是？已经就开始工作了，都已经可能。所以今天其实穿的嫩一点，显得咱们都年轻一点嘛。有朋友说我已经5个百乐器了，有很多朋友是第1个啊，有第2个、第3个的、第4个、第5、第6、第7个啊，甚至有第8个的。有朋友14岁粉上你，那你加上6年的话，20了，今年，挺好，挺好，挺好。Hello， 各位啊。那为什么很多朋友可能是新朋友，也有可能是走过路过，误入我直播间的这些朋友啊，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8月17号，8月17号是什么日子呢？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可能我的粉丝啊和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很多朋友还问说为什么817是一个我们粉丝的节日，是因为当年我刚出道那年，就是817搞了一场歌友会，啊，当时邀请了好多人，将近300多人吧，应该。然后开了个歌友会，然后当时就把这个8月17号定为每年的一个我们的粉丝节日，啊，就挺开心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比较的开心，然后有一种过节的感觉，而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啊。只是语气在对别人说抱歉，说不清的原因让我想翻篇。而且很多，因为我们家粉丝群会有一些群体嘛，比如这个有各个地方的群嘛，比如什么，我就不比如哪个地方了啊，因为每次我只要说我说，比如说这个上海大棚、北京大棚啊，这个辽宁大棚，一说这种浙江啊这种的，一说这种省份或者是这个市，他就会什么呢？我就要每个都要说，否则打个比方，我说了浙江。没说河南，那河南这些粉丝怎么这么意思？瞧不起我们这群粉丝，不提我们。那我提了河南没提河北，那就怎么就是河北的你瞧不上？不是啊。所以我就不一个念了。就很多全国各地很多粉丝，他都有那种我们所谓的大棚嘛，也其实就是粉丝群。然后他们会在这一天8月17号，然后组织一个聚会，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就是 A 一下，然后租一个场地，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吃顿饭，然后一块儿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一块儿就是分享一下那个追星刘宇宁这件事儿，他们获得的快乐，和不同用这个各地的方言来形容一下我在他们心里的帅气，啊，是这么一个节日，就是一个。捧我臭脚的一个，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个啊，这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憧憬美好下一个817的一个节日。没错，就是我们粉丝一个小团建啊，然后也每天很开心。然后我看很多这个大朋友他们搞的一个场地，然后还有大屏幕呢啊，还搞个大屏幕，弄那个结婚现场似的。啊，搞得跟那个婚礼现场那种的似的啊。而且为什么？因为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当时我想说，是不是这个点播不太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我相信还有很多大棚正在那个什么，正在这个聚会，而且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在拿着手机，或者是现场有大屏的话，他们会投屏来看我直播，是不是啊？你看还有互动的，你看还有互动。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下面都坐的人，他们肯定喊是，跟演唱会似的，现在是属于。我不想再爱，这是一种自爱，你很温柔，我能感受。当然就是希望你们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租赁的那个地方，然后是一个私人地方。如果还有其他客人的话，他们估计会觉得我好像是个神经病。你们好像也都精神不太正常，所以呢，就尽量你们就低调一点。有朋友说给他们助兴，没有，我刚才想说什么呢？想说，我说这个点播行不行？因为8点多了嘛，快9点了。然后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他们开饭点应该是在6点钟、5点钟就开饭了。然后呢，6点钟吃到7点或者吃到8点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因为咱家有些这个，你别看是女孩儿，你别看是女孩儿啊，可能那些小啤酒什么的早已经整上了。已经就估计就整上，我怕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已经就是有点就开心的迷迷瞪瞪的，已经在看我直播啊，就过于兴奋，可能又不太好。有朋友说比你能喝，那肯定是比我能喝。我小卡拉蜜，我基本上就不太行啊。我不太行，肯定是比我，朋友们肯定是比我能喝，你别跟我比，跟我比没必要啊，肯定是比我能喝啊。行吧，那宁哥就这个以水代酒，敬各位一杯，来，让我们今日举杯。啊，你们这个也举那个喝水，尽量喝水喝饮料啊，就可乐、雪碧每年拿来啥玩意就整上啊，好不好？来，敬你们，节日快乐。后来为什么没做成啊？还经常过错老师，不经受人尊重，还有我的专属节日。以茶代酒，好嘞。有干杯，老大！刚才有朋友给他起哄，干了！你这种人就是有点就不太好。你觉得你很热情，但是咱们现在讲究的就是不劝酒。更何况我没喝酒，喝的水，咱们就不劝水，好不好？爱喝多少喝多少啊！感情深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无所谓了，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咱们就舔一舔。我就是旅行家看尽风景，可是我自称已经没机会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无畏。为什么一定要不可的畏畏缩缩，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喝多了，朋友们啊！我属于就是我这人吧，就是我这人酒量是真不行，所以我陪不了你们，你们想喝你们就开心啊，开心。我不行，我这不你看我脸红了，我这一点酒就下去，你受不了，根本就不行，一杯倒啊！你们想喝，你们好好喝啊，开心。晕水了，咱们喝一杯水就微醺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嘛。仅一次这一回，我也不愿后悔。人生啊，只有一次吧，那就算了，不用重来，我就自己修改了。有朋友可能说，很多朋友说在家哈，现在此刻在家，说我刚给家收拾干净你就直播了啊，挺好的，就在家舒舒服服的，然后那个整点零食啊什么的，咱们就轻松快乐度过一会儿。
减肥呢啊，减肥行，那你控制点啊，减肥就别整了，嗯。毕竟格里亚，有朋友说，那个，有朋友说老大，你会说蒙语吗？不会说，但我会唱，我会唱，嗯，整一个，嗯。蒙语，好像就一句。乌兰巴托的莫里西，这算不算蒙语？我不知道啊。穿过旷野的风，弥漫斜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飘向天边的雨弥漫斜走。告诉你，我不回头。乌兰巴托的莫雷西，那么近，那么近，连云都不知道，不知道。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歌儿轻轻唱，风儿轻轻吹。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这个可能不算蒙语。
上，对对排成行，不行，他这个翻译不是他这个翻译发音的这个感觉还是重来一下啊。秋重来，重来。红油墙。算了，不小心丧劲儿了，不好意思啊。我想你流泪，你好吗？露娜，你还好吗？我说宁哥，你喝酒了？我刚刚不是这样以水代酒整了2口吗？但没想到就嘎就上头了，就嘎，啊，所以没喝酒，但是现在有一些上头。这不是常态的话。有朋友说还没签到的朋友去签一下到。好的，此时此刻还没有到我这个超话里签到的朋友，给我签个到。把管理喊了是吧？我们相拥到凌晨的4点钟。有朋友让酒，今天好像是也是那个什么叫那个稻米节，是不是？也就是那个就是《盗墓笔记》的这些粉丝的一个节日啊，就是很巧啊，跟我的粉丝节也是同一天。就是很巧，那刚好我也很巧的唱了这个沙海的一首歌，然后也碰巧演了这个黑眼镜，所以也是有一些缘分的啊。有没有很巧？是。因为我今天我不一定能唱得了啊，所以我试试吧，好不好？我今天未必能唱得了，我们试一下吧。我试一下啊。这个眼睛是不是有点过于可爱了？不重要这样起码能抵挡一下，遮挡一下我的脸红脖子粗，因为这歌确实有点高Yeah， 等一下，我调一下调一下这个喂好。是
此处别重见，此后不会这口甜，今生还想再见一面。小酒壶一装，沾你一张光。反正今天扯了谎，头痛嗓子痒，头先一天打个盹，也不会怎么样。谁来指望，就由谁负责收场。劝那青春之爱去，只能听个响。什么阴暗汹浪，回头土连几杯凉，飞离湖中下一凉，酒醒三分地烫一烫。哦耶！这歌好久没唱了，导致这个导致这个进点儿进错了，不好意思啊，再来一下，从头来一下，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就是刚才那一段咱们截取然后删掉啊。哎，这玩意儿就怎么说呢？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喝酒是唱歌真是不行。没喝，开玩笑好吗？哎，你看那个监制叫做宋鹏飞啊，这是好朋友啊，好好来啊，不好意思。小酒壶一装，沾你一张光。反正今天扯了谎，头痛嗓子痒，头前一天打个盹，也不会怎么样。谁来指望，就由谁负责收场。劝那青春之爱去，只能听个响。什么阴暗汹浪，回头土连几杯凉，飞离湖中下一凉，酒醒三分地烫一烫。我本桀骜少年身，不信鬼神不信人，战胜人间不问候，去除归还流浪身，此处别必书言，死后不会这口甜，只想再见一面。仗着少轻狂，渐行拉扯能悲剧趟过河与江，满身万幸嫌命长，也不多体谅，反手一挥勾一掌，杀害奔忙，哪来一手都赶上，一心向南墙，别来这别指望陪人被你挥无妨，天真真天地分享，偏偏老乱蹉跎善良，想你心心碎碎长，何必须知情何妨，其实我曾多情路，不过两鬓雪与霜，似10年比10年，熬过命数一笔钱，其实只想再见一面。
见面千人语。我本邂逅少年城，不幸归生不信任，暂借人间忽恩红，全数归还流落身。四处别人的初见，死后崩溃之后见，只是还想再见一面。少年心情最最照，和你虚掷情和谎。其实我曾途情路，不过两鬓雪与霜。40年比10年，不过明珠一粒线。其实只想再见一面，其实只想再见一面。谢谢。听个乐呵啊。还有朋友说那个老大，我们今天一起唱了那个《赤》是吧？这个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唱了，因为啥呢？因为那个我这个伴奏是有点那个啥的，有点那个是女生的嘛。Cause you know 爱就像大雨落下，怎么能让人不牵挂？来，借你一杯。有朋友说：“老大，你读一下我的评论，我的心愿就已经结了。”可别做傻事儿啊！啊，没有什么心愿结不结的，人生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目标。啊，你这个可能是这个你当下的一个心愿，你后面还有更多心愿呢。怎么会想到等你回来，这算什么期待？花全都变苍白。那夜的银河是你眼里的清晨，你还记得吗？最开始为你写的歌，只是剩下我，Don't wanna say goodbye， 好像对你的爱。有朋友说那个一哲看到我那个，我看到了，他今天那个 reaction 了一下我的 reaction 啊。我看到了，挺好玩的。因为我朋友之间互动嘛，对吧？有朋友说那个宁哥啊，我想看你直播。对，我给你模仿他的语气啊，他应该是一个学生嘛，他一定是学生呢，可能带着几分的这个纯真啊，就像我们的纯真酸奶一样，莫名其妙的植入。这个朋友就很纯真，他说了一句，他说了一句什么呢？说了一句这个说那个宁哥，我到底是要写作业还是要看你直播呀？他是这样的啊，他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是作业要先写嘛，先写作业，学业为重啊。我的直播那个到回头都有回放的，你写完作业了，你可以躺床上老老实实看，或者明天有空的时候看啊，不一定要看直播。我直播和录播也没什么区别，其实现在此时此刻我就是在录播，你只不知道而已。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录播，就是现在就是我这都录好的，
然后呢，在这放而已。我其实现在你们可能看到我坐在这儿，其实我在外边吃火锅。啊，我在外边就是直接一个就是火锅整上。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你能听到吗？有会儿可是看现场更有感觉，你整得像演唱会似的，还现场更有感觉，啊，犯不上啊，这直播都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虽然就是我们也是在隔着千里之外，但通过一个屏幕一个手机，我是通过电脑，你们通过手机或者通过什么屏幕，有很多朋友看我直播喜欢投屏投到家里电视上那种看，然后或者用 Pad 看都是有的啊，就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是通过一个这个手机的界面啊，屏幕的界面，所以也没有什么说看不看现场这一块的，我说你戴眼镜能看到我们评论吗？能看到啊！我戴眼镜也不是说戴上就瞎了，怎么可能看不到？看到了啊，看到了，朋友们。怎么说？时间把我漫长的夜怎么光？来不及难过，被折磨，爱留下。有朋友，你这个腮红是什么？是特效还是什么？特效啊！我就开了个特效，显得就是为了搭配一下今天的这个粉色衣服嘛。啊，特效啊，现在是正常的。啊，脸没粉，开了个特效。面对你的最后。有朋友老大，你现在豆油啥时候兑现？今天我团队还真给我买了一些豆油和一些大米啊，就是买了大米和豆油。然后他今天问我临回来之前说，那个老板要不要给你把那个豆油和大米就给你拿直播间去？啊，拿直播间去，就是这样子。你要如果直播的话，当时就展示一下嘛。然后就是意思，给你们准备了。我说算了吧。为什么？因为就是如果你们当真了，这件事儿就很难办。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有的时候，包括我直播啊，我说一些就是很，也不能说开玩笑吧，就是玩的很多东西很抽象。啊，玩的东西很抽象，但是我发现我玩抽象，我开玩笑，我就是搁这闹着玩，往后真有人当真呢。是真有人当真，是真信，就是我在那玩抽象，他是真信了。所以呢，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就怕一次抽象换来了一生的沉默。我就算了吧，别到时候我真把一个大米豆油拿出来了之后，朋友们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默默的偷偷给其他人发了，我没有发到，对不对？行，那我超话不签到了啊！我说的超话签到多少天我就发豆油，别他真信了，真是当时崩溃了啊！说话只能信20%，是就信20%就行，来，再整一个，朋友们。小酒壶一双，沾你
特效整回来了啊。反正今天吃了黄头疼嗓子痒，头先一天打个盹也不会怎么样。谁来指望就有谁负责收场。绚烂青春寄来去，什么人听得上？什么赢得凶的回头拖连起悲凉，对你付出善意量，酒气散漫一场一场。就以水代酒呗，今天咱们一块过节嘛，啊。我说养鱼干了，这不破水有啥干的？朋友们，就是好像我刚才那句话就是不该说。我说感情深一口闷，这个就好像是不该说这句话，啊，就是搞得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好像每一杯水举起来之后，好像都要去干掉它，啊。行吧，你要这么整，一会儿隔壁就快打起来了，朋友们，哐哐这么干，隔壁就要打起来了，很快哦，隔壁就当时马上就是要打起来了，啊。等一下，我再倒一点，一会儿这么整的话，肯定要隔壁打起来了，嗯。是还想再见一面。还有，我说没事，还有 VCR 啊，是吧？我估计今天也播不了太长时间，因为我朋友说要不今天那个跨年啊，就意思就是要播到12点，我估计也播不了，因为我明天也一堆戏呢，然后呢就差不多吧，后就下了，你们也别强求啊啊。一副好皮上长着小心毛，艰辛拉扯那悲剧糖果和鱼肠，满身万幸嫌命长，也不多体谅，翻书一回够一场，杀害奔忙。哪来你找路上，一向难强，你来这里指我每日被你预防，也认真前行真相，有不好我善良。想我细细碎长，何必去痴心渴望？也许我曾不清楚，我俩的血与伤。小朋友说：“老大看到你黑头了，也犯不上吧？这视频已经高清到这个程度，还能看到黑头了，啊，也是绝了。”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先算了吧，就是豆油什么大米也别展示了。今天就是我怕当时一整，然后你们都哐哐跟我要。这一下这一笔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一笔这个支出也是不小的，我确实是整不太了，确实是整不太了啊。小朋友说：“宁哥，你对镜头笑一下，我截个图。”
我是常在的话，那我可能是深其中，不能自拔，也许说过了伤心的话。是又一年817嘛，啊。小酒啤酒兑成2杯，今天那个啥，今天不是发了一个那个咱们粉丝节的那个，就是做了个视频嘛，然后里边剪了好多演唱会的东西，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会有一些感触啊，我觉得距离这个演唱会好像已经过去了5年了吧，已经，所以就感觉我就觉得哇，好像是有那么一些怀念，啊，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怀念这个演唱会，所以想说，是不是该开演唱会了？再怎么说，就感觉，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确实我还是个歌手嘛，演唱会还是得开。第二是啥呢？第二就是，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你看到那个视频，你就会有很多感触，你就想要说，要不开演唱会啥的，就是这种，你就会幻想你在那种场景当中。所以我就真的想说。要不明年看看，今年把戏拍一拍，然后明年开始整演唱会吧，啊，把音乐这块整一整吧，有朋友说专辑先发，我很快，我马上我这个戏杀青之后，我就回去我就把那个专辑给做完，专辑做完，然后筹备一下，策划一下，拍点东西，然后就咵就发了，啊。发完之后，明年嘎嘎就是演唱会，就咣一整就完事儿了，啊，反正就是这个，我今天是这么打算的啊。就是有朋友北京多几场呗。是这样的，我还是没有那个自信，说我的这个票一定能卖光的，不像人家说一票难求，我是观众难求，啊，就是我怕没人这个票，你说开太多场了吧，没人买，我这挺尴尬，我唱给自己听我也听够的了，啊，所以想说就是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开1场，就一个城市开1场就行，然后能够就是让大家都看到，然后呢也能做得满满当当的就行了，有朋友说多一点我会抢不到，你这是胡说八道，你千万就是咱家很多朋友总给我一种错觉，就是我的票属于一票难求，总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宁哥这个票好像这个就是感觉就是还没等开呢就已经买不到了，你别在那忽悠我了啊，你别在那忽悠我了，反正我是不太信的。所以我今天看完那个视频，想说，那么明年就是要我就
开一下吧，啊，不，明年就开一下也行，挺好的。然后也该开了，也该弄了啊，也该说是弄了啊。配上2杯，你不知道吗？我想你也会流泪。你好啊。所以就是反正跟大家说一下，明年可能会开演唱会啊，可能啊，只是可能，这概率也挺大的，因为我真的想开了，有朋友宁哥，你开预约，咱们看看量先。演唱会票这个东西还有预约吗？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已经不太了解这个。说这个，比如说我开个票，然后预约一下，你预约人肯定没问题，但是这问题是到时候是掏钱买的时候，他不买不也本吗？啊，不也是白费吗？所以就是到时候再说吧，啊。所以你们这个把这个小猪存钱罐都攒起来啊，开始攒钱。就因为其实开一场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其实成本挺高的啊，成本是挺高的，并不是说仅单是一张票，啊，票就1000多或者几百块钱都有。然后呢，可能一张演唱会的票是这样的，但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很多朋友是他从外地去的，比如说我在哪开，他从另一个城市过来，那路上首先是车票、飞机票就得个1800吧，1、2千、2、3千都有可能，要远的话。就几千块钱，可能近一点的坐火车180的什么的也整了，那但是就是你算你去了，你得住1天吧，你房费，然后再是不是你这其实里外里都有很多的啊，都有很多的成本在里面的，所以总体来说，其实开演唱会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我想说那就这个，反正你们可以把那个小猪存钱罐开始攒点这个演唱会票钱了，到时候我演唱会只要一开票，你就哐叽就把那个什么，把这个存钱罐呱一摔碎，呱呱就开始冲过来就完事儿了，有没有说老大这个未成年能去吗？演唱会票我真不知道啊，应该能吧？因为我看有很多演唱会就是他是那个啥，那他是那个咱家有很多朋友就是都已经当妈了嘛，对吧？啊，或者咱家很多人包括男粉已经当爸了，然后他都带孩子来看，那我不知道当时买这个票是咋买的，我就是不太清楚啊。应该是可以的，啊，应该是能看的。他这个也不是说，就是我能保证在这场演唱会没有一些就是裸露画面，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演唱会上。嘎嘎唱着受不了了，直接呲给衣服撕了，这种画面是不存在的，所以未成年可以去，应该是没问题的，没有这么冲动的时候，应该，孩子也能正常买票，应该是吧，可以去，应该是可以去，因为我看有很多小朋友都带进去了，所以就应该你想小朋友都能去，那更何况你呢，对吧？所以放心。哎，我会不会因为刚才我说不会有这种画面，影响了卖票情况呀？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我这个演唱会充满了期待，说宁哥你可不可能有这个一个就是展示的一个节目？结果我在这告诉你们没有，可能对这个演唱会期待就少了那么1层2层的啊。在哪儿买票？我到时候再说，到时候要开的话再说。所以我是说一个想法嘛，因为看了那个剪辑的视频，还觉得挺好的啊。就因为这2年也一直都在拍戏了，啊，这个一直都在拍戏，然后那个啥，我觉得音乐这一块也得稍微整一整了，让你能清楚的明白，相信我，然后别离开。可是难过的就不是回忆，因为回忆
我这5年一直在拍戏，当然是拍戏，但歌也没少，就是 OST 是唱了不少 ，OST 是真唱了不少，但是那个戏确实，没啥整，那不没少整，然后但是那个这个，但歌确实是专辑一直没发，我很是惭愧，我很是惭愧啊，所以，有朋友说：“宁哥，你放歌需要版权吗？我在我直播间放啊，应该是不需要吧？不是，因为使用歌曲它属于那种商业性的东西，好像它那个啥，比如说我听不犯毛病啊。如果是商业性，我使用商业性，因为我直播是纯没有商业性的，我也没有任何说宣传剧或者宣传什么东西，或者是带货或者是收礼物啥的，啥也没有。”所以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娱乐直播，放背景音乐，应该不至于说涉及到版权，哪怕涉及到了，我觉得也不至于说告我吧。当时现在此时此刻，我是放的是那个队长的歌，哐哐他第2天给我告了，也不至于，因为我俩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合作，也不太至于啊。比如说我放点谁的歌，他也不至于说。疯了就是受不了就要告我，啊，犯不上啊。有朋友说宁哥啊，那个代言你常用的香水吧。哎，我总在网上看到一个言论是啥呢？说那个宁哥每次在我们身边走完都感觉好香啊。他到底用什么香水？我就一直在想，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身上的味儿，应该是你们身上的味儿。然后我一走一过，把这个风带起来了，直接你们闻的是其他去现场朋友们身上的味儿，应该是这个。哦，应该不是说我身上的香水味儿，应该是就是我一走一过，刮一起风，是你们身上的香水味儿，然后被下一位观众朋友闻到了。然后呢，观众朋友闻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身上又喷了香水，然后我刮一袋又让下一个人闻到了，所以你们从头到尾猜都猜不出来是什么味儿，就是这个原因啊。它是属于就是一趟车无数个香水味儿是你们身上的，不是我身上的味儿。你说我喷不喷香水呢？当然也是喷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演出嘛，比如说演出到哪演出，就身上就整一点，啊，就是为了那个就是身上就起码别一出汗一股汗味儿，汗流浃背的。当时我就寻思稍微就好闻一点嘛，啊。但是我经常换，我都是好多种。我的换的频率是什么呢？我的换的频率是，有的时候就是用什么呢？有的时候是用化妆师的，有的时候是用我发型师的，有的时候呢是用我就是助理他们的，有的时候呢是用我自己的，就不一定，所以就是不同的味儿。有朋友说，那你身上得喷多少？你得不得喷好多？我跟你说，有一次，朋友们是，我香水这玩意儿真不能喷多了，喷多了是真难受。因为有一次，当时我是坐飞机还是啥，我旁边就是有坐这个人，他这个身上那个香水喷的好多，就感觉好多。我在旁边，我是香的啊，确实是香，但是给我呛的都不行了。你想，我还戴口罩呢，我戴口罩给我呛的呀，就给我整的。无敌了都已经。孤独也是一种巨大的游戏，所有的情绪都埋在了心底。朋友们，隔壁打起来了。
我去看一眼啊，隔壁好像那边吵起来了，我去看一眼，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放个 VCR 啊，我放个 VCR，你们等我一下。天哪！等我一下，隔壁那边吵起来了，应该是。等会我放个 VCR 啊，放个小 VC。等我一下，朋友们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当代年轻人现状，我的朋友们，这样式儿，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现场瞬间被我点燃。赶紧奔走相告一下，刘宇宁开直播了，鸭肠、鸭脖、鸭舌、鸭火、鸭沫，嘎就点上了。追星这一块讲究的就是一个离不开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每天天都能看到我，无法注视我的脸。元气举开大一点，找个那个，走得快点，唱2个点，聊3个点。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4个点，啥也不讲，啥也不说，大眼跟小眼，兄弟们、朋友们、家人们、哥们儿、姐们儿，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就这个人感觉是个病，做出去就很奇怪。我去你的什么娃娃菜！来，把价格先掏出来，帮你点一份外卖。哼，我网速比你快。我的粉丝不觉得我可爱，希望演一个乞丐，哪怕告诉你1+1等于2，你说我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别人无法比拟。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你要不想学，你出去。你没听过这句话吗？那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我就卷死他。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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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我怀疑你是想暗算我、吓我，又或者埋伏我。我就感觉这些人不是我粉丝，我感觉这边人在耍我、调戏我，那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给我，这得尬死我，这得尬死我。这个英文名叫做 PB， 我怕影响各位听不起，但是让你觉得无比的离奇。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番腹肌，好刺激！你这不叫直播，你是给家人的福利，而且在这做的给你俩唠。你说有几个人能做到？本故事全靠编造，情绪气氛最重要。咱不像人家几个小时过去，啥玩意儿你们脑袋接触不到，知道？好了，可以，明白，对，懂，好，是。行，我先挂了，我这不行，我的朋友等不及了。你家洗衣液没了，你上我家倒点啊！家里没大米，家里没鸡蛋，到刘宇宁直播间来领豆油来了。你到菜市场买菜呢？我这是超市吗？跟你拼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也犯不上吧。我一开门我就说你找谁啊？进来吧，咱们也没那么熟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的小名。一跃龙门，勇猛过人，生龙活虎，穿搭博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卖里头人见人爱，放天入地，无所不能，流连忘返，晕药青山积水，功德无量的罗登兄弟刘宇宁。一键3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朋友有这个现在直播有笑声吗？就是这个，有啊，这个有啊。好，完美，这场直播绝对完美。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唠的，咱们就在这里共同度过，我们一起虚度时光，好不好？我这人可会聊了。来，有朋友在公屏问说你谁呀？我收电费的，开门。我说刘宇宁真帅，废话，那跟你说，那你说你是歌手，那你来首歌吧。啊，来什么呢？有什么想听的英文歌演吧。我是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朋友们，你闹呢在哪儿 ？Dumplings, noodles, beef, beer, whiskey, apple, pencil, lemon tree, box, 蹦死。放这个档次凳子上来了 ，checker， 啥意思？就是您太哏儿了。有朋友说声音小啊，麦克风就要塞嘴里来，声音小。有朋友励志上火的事儿多了，我瞅你我都上火。有朋友说你为啥不演霸道总？霸道总还在给你嬉皮笑脸。有朋友你演拐杖，我演圆规，我演拐杖。说如果你现实当中也这么说话的话，会不会被打？
咋样打的？别瞎问，啥都打听，跟你没关系事儿。没有，我在那看那啥呢，看电视呢，电视里传出来的声音。有朋友说看孤舟呢，估计是没看清他们的看吧，应该是孤舟吧，啊。是第几次对别人说抱歉，说不清的原因让我想翻篇。小鹏一直让我聊一聊那个什么我工作的事儿啊，就那个就别在那一直刷了，刷没完了在那儿。啊，我是啥呀？我得开个直播，我哐我聊这个东西。你们咋想的？你哐还你聊聊什么？你聊聊啥感受？你有病吧？我是啥人呐？我在直播间里聊这些东西，咋想的？你们别刷了啊！最好是谁也不亏欠，有一种魔力让我无法拒绝。我是有多臭不要脸？我在这呱在聊这方面事儿。你真是拿我不当外人了，在这儿啊！一直在那刷，我不开玩笑，这是对这个行业的尊重和对合作伙伴的一个尊重，拿你。相猜，这是一种姿态，一份温柔我能感受。是我已经决定不为爱，说一句我是什么也不该。有时是爱，是爱。有吗？老大，你上热搜了，31。我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看一眼。这不追从两身。以后我说是刚上了，再掉了，林哥掉了，啊！你们骗人，你们。那个朋友们，我现在突然间一瞬间就有点困了，一瞬间这个就感觉就是困意袭来。我有首歌叫《狂风袭来》啊，狂风袭来就让这些。我现在一瞬间这个困意袭来了，就是当时
我想睡觉了，朋友们，我去洗个澡，我就赶紧睡觉吧，要不梦里啥都有不是吗？梦里啥？我做梦，我搁梦里来吧。遇见过千万个你是唯一的回答。风还悬在云端，你的话还在耳畔。我早点睡，身体重要。再待一会儿，睡吧，晚上不强求。刚才啥呢？刚才有朋友问了一句非常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超脱世俗的一句话，说啥呢？说热搜重要吗？我想怎么回答啊？热搜重要吗？我要说不重要，是不是觉得对微博不是很尊重？因为微博还是一个就是最具权威性的一个平台的，你能有一个热搜，其实是我觉得是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扶持但是如果我说重要，就是会显得有那么的功利如果我说重要的话，就显得就好像原来你是这个直播是为了上热搜啊，就显得很肤浅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是我想说什么呢？重要肯定是固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上了热搜，会有更多的人就是通过这个热搜知道刘宇宁直播了，他他可能就过来看一看。他通过一场直播呢，他可能是他之前不认识我，或者不了解我，或者是了解我的都是负面评价。但是他通过一场直播，哪怕说在我这里待了5分10分钟的，他可能对我的印象就有那么点可能转变他可能他觉得好像那个这个刘宇宁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张牙舞爪，他看起来也还挺是个正常人的，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不好，所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一个热搜对你来说是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你让更多人去了解你，或者是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以后无论是我发歌也好，或者是我拍的戏也好，比如说我发了个歌，他说刘宇宁发歌，刘宇宁那天看直播看过5分钟，来听听吧，我是不是就增加了一个播放量比如说我刘宇宁演的戏，那到那天嘎一播，他说刘宇宁有一天直播我看他演戏啥样，你懂吗？一个观众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渠道，让更多人认识我那我觉得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一件事呢？是这样的。是否还能走得到彼岸？有朋友不想因为热搜影响你，也没有了，就是没有也无所谓，有也更好嘛，就是这样的，有就是锦上添花嘛，没有也正常啊，对吧？我不一直说嘛，所以正常，未说出的话，哪怕就一次，不顾一切，远的地方，遇见过千万个道理，有朋友说您哥啥时候来新疆啊？带你吃美食，好，有机会去玩，然后吃当地美食啥的休息的时候。有朋友说宁哥，戴米会掉色吗？
戴米会掉色吗？你真当他是拖布啊？你真的？戴米会掉色吗？他其实还真掉色了啊！因为戴米我刚给他带回来的时候，它是黑色和白色相间的啊。它开始是黑白的，它养着养着变成灰白了，灰色和白色相间的了。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给它吃的东西导致它毛色就是变得没有那么的黑亮了啊。因为它基本不吃狗粮啊，它从来不吃狗粮，它吃啥呢？吃肠。每天它的主食是香肠啊，狗粮基本不吃。狗粮得怎么事呢？狗粮得拿手喂，你得用手来喂它啊，喂多了喂2粒都未必吃，就一粒一粒喂，它能吃得下去。啊，那吃得下去，吃着就吃一会儿够了，它也不吃了啊，它就很馋，它就很馋，啊。然后老大，我要开学了，就是能不能说尽量在周末直播啊？这个没事儿，因为我播该播，然后回头你该看回放，但是这个咱俩是不耽误的，啊，咱俩是不耽误的，因为你看回放。但是因为我直播确实不定时，啊，不定时说必须周六播哈，周日播，那个我不太一定，啊，不太一定，所以没事儿，啊，到时候你不行你就看回放嘛，啊。你说宁哥，你能帮我写作业吗？还帮不了你。No matter how long, I will write a fairy tale. 有朋友说上次有个朋友在我直播间说他狗丢了，然后呢，刚才我好像看到他说宁哥我狗找到了啊，可以，恭喜你。当然这个小狗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听这个话题啊，因为小狗属于什么呢？在我看来，它就跟你的家人是一样的，就你家其实看见它是个小狗，其实多了一口人啊，多了一口人，然后你突然这个人你说小狗丢了，我就会很难过很难受的，然后这失而复得，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啊，所以以后一定要看住了，拴住了啊。因为我家小狗也是就总爱跑，它小的时候也爱跑。以前我拍戏的时候在剧组住酒店嘛，然后住酒店它就是半夜就是门一开它就往外跑，只要门一开就往外窜，啊，就是要出去玩，也不知道要玩啥，就是往外窜。窜完之后那天我就一开门，它突然窜进去，我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我再找它的时候，整个楼层都没有了，给我吓坏了，这一下给我吓的啊，给我吓坏了，然后。那个啥，因为我那个酒店楼层还挺多的，就到处找，我一层一层找，一层一层找，然后就没找到啊，找了几层楼了也没找到，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啥，那个我忘了谁说大堂那个1楼大堂有个小狗，我就赶紧下去了，去1楼大堂了，看他在1楼大堂溜达，坐电梯下去了他，他是真正坐电梯下去了，应该电梯停在我们那层，他就钻电梯了，跟着电梯去1楼了，去1楼他也懵了，然后看这个不像主人，那个不像主人的，就特别差点丢了的那天啊，那是小时候的一件事儿，所以小狗真的看好了啊。有说宁哥，我哥丢了，我能不能让你当我哥几天，借我用用？我看就算了吧，算了啊。你可以把我当做你远方的一个哥哥啊，远方的一个哥哥，然后呢，但没什么联系啊。你可以在心里把我当成你哥，但是问题是咱俩就纯就是没有微信，也不联系。从小呢，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我妹妹啊，你是个女孩，从小呢我就是你哥，咱俩是同父同母的一个关系。从小呢，当时呢我就想学艺术。但是呢，咱家是什么呢？咱家属于就是那种刘氏家族，就是那种商业帝国，啊，家里都是几万亿的一个资产，然后呢，商业帝国，
咱们的父亲和母亲呢，咱们的父亲呢，就一心啊，想要让我继承家业，让我成为这个万亿富翁。当时呢，我就是因为我对唱歌、演戏充满了梦想，我就想追求自己的人生和理想，所以他们逼着我要继承这么多钱，我就毅然决然拒绝了。我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的那一刻，咱爸就来了一句话，说：“你今天走出这个家门，以后就别回来。”这个时候，我呱呱呱走到门口，一回头，微微一笑。我告诉你，我就算死也不会回家。这个时候，哐一摔门，非常没有礼貌的就走了。非常没有礼貌的就走了。我于是乎呢，我就出门打听，就出外边打拼到今天。然后呢，我把家里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全部删掉了，包括你妹妹。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已经删掉。但是现在我不可能回家了，因为我现在说句实话，我很开心我现在做的我喜欢的事儿。然后呢，你帮我继承这个万亿家产吧，好不好？咱们刘氏商业帝国就靠你了我是你哥，但是咱俩见不到面，也联系不上，算了有朋友说，你连妹妹都不认了为你的梦想，你连妹妹都不认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不是说不认，因为这一集没演到兄妹相认的。今天2024年8月17号这一天那个剧情更新还没更新到，这个故事要发展到兄妹相认的那一刻，然后后面我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跟我刚才那个妹妹我跟直播间里的这个妹妹，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争家产的一个过程会有一个争家产的一个桥段，但是后面直播会讲。但此时此刻，这个故事发生到就是现在，就是我跟他已经没有联系了，我在追逐我的梦想，他在家里去经营他的公司相认那块后面是在后面就是有朋友说60岁相认也不至于，60岁相认可能有点晚，就是人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轨迹，我的人生轨迹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不知道几年之后，有一刻突然觉得亲情最重要了觉得可能在梦想理想上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之后会感触到有一刻经历了什么事儿，感觉到亲情很重要，于是回家了。一定会有那么一集的不着急有朋友说，哥，如果说咱爸现在同意了呢？妹妹，你的意思是，咱爸已经同意我唱歌了？不可能，我不信，你可别骗我！我觉得你肯定是联合他们一块骗我，想要骗我回家。不行，我不能回去。有朋友，宁哥，我朋友说你精神不正常。什么破朋友？什么破朋友？眼光一般啊。
有朋友说，咱爸已经跟我说了，哥是这样的，其实呢，哥我是捡回来的，哥你回来吧，咱俩成亲。哦，你的意思是，为什么咱爸把这个家产给我不给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是捡回来的？哦，你其实是捡回来的是吧？我其实就是跟咱俩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不对？我这么狗血吗？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身世我一清二楚。虽然说咱爸说你是捡回来的，但其实你是他跟另一个女人生的。哥到今天不得不说了，你的身世就是如此啊。我虽然是你哥，咱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咱爸骗你了啊！别想多了，好不好？跟我保持一点距离。有朋友说：“哥，那我也想当明星，你带带我呗。”哈，哥，我也想当明星，你带带我呗。妹啊，其实我跟你说，首先当艺人这件事儿，其实你看起来就是风光亮丽，其实很难的，啊，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很难混的。不是像你想的，你看到都是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啊！而且哪有那么容易？你想当明星，我带带你。你哥现在混的都不咋地呢，我怕我带你，你直接给我带沟里去了，咱俩不行，啊，咱俩不行，我现在带不了你。哦，你别想了。你就拿着你的万亿资产搁家好好过日子就完事儿了啊！你慢慢整就行啊，慢慢你够你花的了啊！咱刘氏集团的商业帝国。有朋友说：“那哥，那我当不了明星，你带我去见明星呗。”啊，比如说打个比方，那个我有朋友啊是明星，然后你说我想见他，我就带你去了，我就带你去了呗。啊，原来你粉的不是你哥呀？你粉你哥的原因是想看别的明星？你该不会一会儿说刘宇宁，你给我要张谁签名照吧？有朋友说哥，我闺蜜说你声音像鸭子，我说话声音像鸭子，这不会吧？有那么难听吗？说什么呢？什么破闺蜜？你们一天到晚都交些什么人儿？嘎！
有朋友说宁哥，就说你背后有资本吧。刘宁子在这个行业里肯定背后有资本，没错，今天揭晓了，是我们刘氏集团的商业帝国。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朋友们，这话要从10年前说起。虽然那一天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我的父亲跟我说：“你走出这个门，你就别回来。”当时的我年轻气盛，于是就非常没有礼貌地回了一句：“我告诉你，我就算死外边，我也不会再回来了。”但其实，于是我就出去闯荡，去追求我的音乐梦想了，嘎嘎的刘氏集团的太子，我就嘎嘎出去追求梦想了。刚开始也是碰壁，但后来莫名其妙就越来越成功了。越来就不断的接到工作了。其实是我们刘氏集团，也就是我们家这个，也就是我父亲，在背后默默的帮我。他去找一些这个公司去把这个，说我给你投资这样事儿，你找我家太子去，太子去干活。其实是这样的，没错。我背后的资本就是刘氏帝国。我愿的地方，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它变老了。以上都是这个我直播内容都是综艺效果啊，都是这个开玩笑的效果，你们千万别当真啊，或者是真的就是觉得有一些不尊重或者怎么没有啊，就是都是一个那个直播效果啊。不是刚才有个朋友说当我妹妹吗？星星走远，在太阳升起前我该往哪儿变？时间也慢是太离线。刚才有一个朋友，她闺蜜说我声音像鸭子，我瞬间感觉我好像就是她越说我什么我就越往那边偏向了。所有的情绪都埋在了心里，然后自己对自己说不在意，又回到原点。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随便上进来。我不想再爱，这是一种自爱，你很温柔，我能感受。只是语气在跟别人说抱歉，说不清的原因让我想放弃。我说林哥，你这个声音是唐老鸭和米老鼠的结合体。说什么呢？谁是米老鼠？有些不如就让它不见，最开始谁也不亏欠，有一种魔力让我无法拒绝，安安静静的看雨落在里面，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从前，我爱的从前，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纠缠进来，不要再深深伤你来，我不想再爱，这是一种自然。我说宁哥，你杀青之后干嘛呀？杀青之后给剧组打扫卫生，搬道具什么的。不一定啊，杀青之后我一堆活呢，主要是音乐方面的事儿。
好几个歌要录了，然后还有一些商务上的一些活儿，不是还有综艺吗？综艺就音乐原计划呀，就这个了吧？就这个了。然后再没有了啊，再没有了，就这一个。有朋友说老大这回真上热搜了，热搜12。你们骗我！不会吧？真的假的？我不敢看了，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来，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其实喜欢，却不敢说出来。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再纠缠进来，也不要再对心事沉迷了，也不想再爱，这是一种自爱。你的温柔我能感受，可是我已经决定不悔改，说一句我是想改也不改，有些释怀该释怀。这一条像一般的心跳，只有你能够明了。你的眼睛像星星，在我夜空闪耀。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e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I will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you're not good enough. 当然是这样的，我相信这样朋友没有骗我啊，因为他可能是啥呢？是那个他看那个微博热搜，他点的不是热搜，他点的是我的。啊，他点的是我的，他就是不是那个什么吗？不是，你点的是我的，不是热搜。你点的是你的热搜，你心里的热搜，不是微博用户的热搜。我在你心里都排到13了，你还有什么好告诉我好消息的？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把我的微博给我关注一下，谢谢各位了。有朋友说：“哥哥，抱歉，在我的热搜里面你是30。”啊，今天是817是吧？817就要气死我是不是？
竟敢欺骗我冷少！我看你是不想在这个商业帝国里混下去了。女人，你是在玩火。没事儿，这热不热搜真的就是还好啊，还好。我没有说我干嘛呀，我也不图这个，不是说开个直播有啥热搜的，因为啥呢？是因为我总开直播啊，你就其他艺人说开个直播热搜一下正常，我总开，所以不是啥稀罕事儿啊。月开，有朋友说你现在已经不总直播，你是1个月开一回，1月开回已经不错了。但迄今就是8月份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播2场了，还不行。我发现咱家最近来了好多学生粉啊，而且我都怀疑他是小学生，因为他说那个话就嘎嘎幼稚。他说：“老大，你能不能帮我写作业？你能不能帮我写作业？你那题我要会算，我还至于去学厨师吗？我不早考上了清华，考上了北大，以至于我考上了地瓜吗？啊？还让我给你写作业？”不是烤玉米吗？都干过。他考上了清华，你考上了北大，最后我考上了地瓜和玉米。有朋友说，你觉得我是应该睡觉呢，还是继续看你直播呢？睡吧，睡吧，已经10点多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该睡觉，该休息啊。有朋友说，让刘氏集团的商业帝国投资微博，直接你想上热几就热几。我说这个刘氏集团的这个商业帝国呢，是在一个就是平行空间里，跟咱们当下这个世界呢，它是2个地方啊，您别误会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故事是一个平行世界里的我，不是这个现在我们当下这个维度里边的啊，只是我和其他那个平行世界里边人就是沟通了一下。有朋友说，你考虑当我爸吗？别闹！你刚才这一句话让我回到什么时代了？我当时玩这个劲舞团的时代。我当时我以前特别爱玩一个游戏，就是那个劲舞团，就是这种的，
每天就是在这个网吧里就是这样。哎，网管，我来碗泡面啊！里边有的当时有什么家族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呢，总有人说我是爸爸，我是妈妈，你是我女儿。当时我就觉得倍儿幼稚的，里边人这帮人啊。但现在这个宁哥就是长大了，不能说长大了，已经老了，整不了这个了啊。许下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要去的表情谁来护送？故事里的人物都在途中，静静流抽泣，问谁还清醒？一起为你我好言语，是落了一块。互相传来，我在天地间豪迈，谁来精彩？我一双期待，热血涌了上来，这里的故事变成传说。你说老大，我还有过几天就要开学了，你安慰安慰我。学习这件事儿多好，安慰你啥？你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朋友说：“宁哥，我可以要一张秦霄贤的签名照吗？”这个，你说我能不能厚着脸皮去跟人要？能不能要到呢？我相信应该是人家，就是估计会给我这个面子。我说那个什么，我给我一张你签名照，人家肯定给我。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个逻辑啊，就是凭什么？就是我凭什么会要为你去做这件事儿？我想问一下，你跟我们刘氏商业帝国有什么合作来往吗？问谁还清醒？与一起为令我好奇干预，虚弱的阴霾呼啸传来。宁哥，你去帮我要个签名照，我在你身上砸1个亿。哎，你们就是啊，都他妈疯了，行，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有一点那个事儿，我得稍微就是去放松一下。你们等我一会儿，我放个 VCR 啊。来，走一口。放个 VCR 啊！什么意思？现状，当代年轻人现状，我的善恶观就是坏，那就纯就是人之初，他就是。
别看这个了，我给你放个真正的 VCR 吧。我愿为你穿上永恒的，我愿为你。爱情有紫色、红色。第一次听我吹口哨。时间的木马穿出了我们儿时的愿望，谁的气球啊，逃向了远方，带走了匆忙。刚好这里的天很晴朗，刚好朋友都在我身旁，回忆点了满，轻轻按下。哎，我没猜错，这里应该有口哨吧？我没猜错，应该这里有口哨。有吗？我忘了。旋转的木马转出了我们儿时的愿望，谁的气球啊，逃向了远方，带走了匆忙。刚好这里的天很晴朗，刚好朋友都在我身旁，回忆的快门轻轻按下，锁上了时光。谁的棉花糖舍不得吃呀，太阳下融化。排队的人啊，在大声歌唱，没时间忧伤。王子再不会变成青蛙，公主穿上了水晶鞋呀，希望在眼前闪闪发亮，忘了哭的模样。看那光的影子在彩色的墙上跳舞嘛，年轻的心放着飞呀，怎么追都追得上。听那心的悄悄话，自由在风里说着爱。他说你好吗？我们不害怕，不会忘，不再长大。好多魔法棒遮住了心里最初的梦啊，彩色的光啊，在黑夜烫出微笑的花。醒了的妈妈不会变老啊，顽皮的孩子不用长大。逆着风不停追着前方啊，我就是我的光。看那光的影子在彩色的墙上跳舞嘛，年轻的心放着飞啊，怎么追都追得上。听那心的悄悄话，自由在风里说着爱。他说你好吗？我们不害怕，不会忘，不再长大。年轻的心放肆飞呀，怎么追都追得上。听那心的悄悄话，自由在风里说着爱。他说你好吗？我们不害怕，不会忘。继续奔跑，一路带着骄傲，勇敢的奔向你，凭借力气。我们都伴着长大，
未来有太多的幻想，新的世界那么大，每一天都想放假。我们都害怕长大，长大后有太多失望，勇敢的走马就能平民定制一种童话的家。我当时我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好多歌呀，我甚至都不会唱了，我甚至都不记得有这首歌了。但是我问过很多歌手啊，他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确实发的多的话，有很多比较久远或者是可能大家不是那么关注的那个歌，可能就没那么多了啊，没那么多的传承了啊。这个歌你还记得吗？珠宝20了是吗？曾想象过游戏白昼，幸福生活，却遗漏有一种是你松开爱的手，你将旧的故事保留，对新的我从不开口，直到最后你也不说，我也不走，还有几分钟，还剩几分钟，留给我回味，从未到头，每一个漏洞，闻到你牙口，闻到我泪流。你说是爱我，只是还没有，无法在选择中占据主动。我对自己说，以后都没有疼痛，因为没有了以后。这歌真的有点久了，就是也是19年发的吧？这19年发的，啊。我看一下还有啥歌，就是让我听到我就其实有点想不起来的歌，这个是能想起来。因为那天我无意当中，咱家有个朋友用剪视频，然后用了这个歌，我当时最近这歌火了是吧？海岛微风淡淡围绕，第一次确定你的心，不能相信湿了眼睛，想陪你去每个天边，带你飞行，这一秒还不为甜的味道，是你给我的句号。
北山下打算走过，已不能为你做什么。路过的树还刻着我们的面容，是否此刻的你一样无忧？点燃了星空，点燃了未知困惑，一股心的走，黑暗吞噬线索，把你消失无踪。不经意繁华落一声空，心却还在为了你守候。记忆中像纸屑翻滚，最萧瑟的风，不经滴水穿石的执着，不能唤醒曾经的懵懂。我记不起灿烂感动，别忘我曾为你耗尽温柔。这个也比较早了。我听见风再次经过回忆身边，跟着他又想起昨日那个少年，告诉他长大后最不同的一点，当面对离别我会更容易谅解。我知道成长总会有很多妥协，但在心中仍旧住着骄傲的少年。有人说幻想总会被生活瓦解，而我的奇迹终会出现在明天。深藏在记忆里的那张脸，他悄悄地走远，我却来不及告别。怎么才能守护当年未完成的誓约？难道说那只是长大前的一次幻觉？记忆中的我们有多么不顾一切，真心的汗水，真实的笑脸，你刻在那夏天。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还是这个是赘婿的那个赘婿动画片的这个歌，这个我还挺喜欢的。问情时刻曾在眼上桃花，一江水多少年华。日风雨吹向我，笑谈间宁天下。论心中与对错，而半生喧哗，让明争与暗涌明尘烟之下，心思给我放谁人饮呀？经过梦一刹，众里寻他，乱世用我为红尘，为一人天涯行马，繁华过眼凭时光多辗转，不改情话，天命谁种下，一回杀，风中小万家，心一杀。那些怕得很的都被击落，暴雨过后的天色。
有痛的、爱的都会问过，此爱中的精华，那些奔跑中的甩的颠簸，被时光亲手雕琢。这是一个开始，也许不会结束。谁和泪水有时分不清楚。浪漫的危险，漫长年生死之俗。这个我确实很少在直播间放啊，但是这个挺好听的，这个昨天放了。春阳的光辉洒过夏枝上的蝉鸣，花还在追逐着微风无情。你知道心慌秋雨冬雪后的惊醒，这美好的世界每个瞬息，悄悄地告诉你我还在这里，快乐的秘密原来就是思念着你，就算无法陪伴你，我没忘记，小心地告诉你我还在这里，想念的声音。这个是我的城市营垒的歌吗？会在这深深深夜守护在永恒里。相片未曾留底，纪念过去，没道理，相对还是很亲密。就算送来都不提，情意是在手机，连空气又闻到气息。闭上眼睛，来思你，本可以没有顾虑，坚定的要在一起，走下去从来都不会怀疑。过去真挚的话题失去了意义，本可以我们一起什么都不会逃避，就不会停在哪里，最残忍就是我本来可以。这个歌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我本来有一舞台想唱了。一整个世纪的风纷飞在袖口抖落成不断重逢的路灯，掩口着沉默在一切感慨装进口袋，应该还有些期待，拆开烧湿的火柴，有一颗火星飞过来，然后又慢慢的暗下来。回忆的你就像风一样，通往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打开了一扇门，住进了一扇房，心跳都止于眺望，无处可去，就像风一样，退让时候不至于太紧张，
穿过了一个人不怕。这个歌很久了吧？远方灯光微亮，是喜是丧，无言的目光浴火滚烫，随手牵人无双，穿了也是要慌张。躺下深深爱向漩涡渲染，快快走河过上来我身旁，有多少能让我你在虚无何方？前世去山歌唱，几回无常，刻下匆匆忙忙，一丝沧桑，只想抛却狂妄，爱是了难尽真相。千里奈何桥上从不在场，依然华闪烁着霓虹的光，转身时候别忘，向我要一碗汤。你和理想，你和不一样，亲吻时光，冷暖的时间把方向同样。心里成长，爱与苦伤，此时有时情人当风有我银行。这个是那个啥，这个是那个《倩女幽魂》那个游戏，然后10周年出了一个歌啊，当时给唱的。日出不惑到底，瓶子打过潮汐，海浪吹干自己，大口呼吸。此刻很跟上你，阳光融化距离，脚步胡言乱语，别太担心。风掠我奔向了秘密藏不住，你的气息蒸发后，一场大雨才好困在一起，便离别关，满了冷气氛围却还如雨滴，别总是拿着手机假装对我毫不在意。夏天对我的意义，不仅是碳酸饮料和秋衣，清澈透明的勇气，不要有阻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瞳孔一起坠入空洞，别暴露我行踪，消失在风中。无边的夜空洒满星辰闪烁，我不能回头，大步走向了生活。哦哦哦哦，幸好有你牵我手。做完了每一个梦，凝视我瞳孔，一起坠入空洞，别暴露我行动，就消失在风中。无边的夜空洒满星辰闪烁，我不能回头，大步走向了生活。幸好有你牵我手。这歌我都有点忘了。
一场大雨，猫在孤独的窗边看你，那双眼睛有着失落和回忆。他离着你搬离了这模糊的距离，有好多关联的秘密被想起。我爱的你好像都融化在我眼里，从前叹息刻在枕头上泪滴。我好想你，你就沉没在我呼吸里，伴着我跟随你远去到梦醒。最浪漫的忘记是最白发老去，最浪漫的爱情是渺无一句，我还不愿相信，所以行，差不多啊。就是我就是有很多歌，当时就录了嘛，都很喜欢，但好久都没唱了，我觉得都是遗憾。你找机会都整理一下，看看哪些能唱，找一些舞台给整一整，要不白发了嘛？嗯，是不是？要不白发了啊？那不亏了嘛？嗯。行，没事，我先跟你们唠会儿嗑，我就差不多了啊。今天呢，也是因为这不是817嘛，先上来跟大家一块儿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轻松美好的夜晚。开始转动会有多不同？合上这一页，我们是否就能够笑着幸福？视线的交界，昼夜只在交替。有空把我带米过来看看。我不想让他抢我风头，我不想让他抢我风头。戴米，戴米，来，来。来给这些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睡懵了嘛，在这睡觉呢，你看眼睛都睁不开。真的是人家睡觉呢，非要给人叫过来，真的是。你看困的，你看困的，你不想营业，人家不想营业啊。好，知道了啊，知道了啊，可以，知道了，知道了。是哥哥姐姐呗，我就是跟叔叔阿姨打招呼啊。行了，差不多得了。啊，打个招呼。不耐烦。啊，行，走吧，走。去玩吧，啊，睡觉去吧，每一次奇妙的旅程，翻越时空的差异，像我。曾随风。走了，真的转身就走了。他转身就走了，没有一丝留恋。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在他心里更重要的人。
那个有朋友说煤气罐，他最近瘦了啊，最近是撑了。他最近因为我最近就是尽量控制他吃那个肠的一个数量了，所以他最近已经瘦到了又瘦了2斤啊，最近瘦了2斤，挺好的啊，对，瘦了2斤，就是稍微看起来就是没匀称了一些，没那么的臃肿了。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他瘦肯定是不瘦啊，但是就是那个让他就是瘦一点稍微吧。快跑不动了，对。小狗也要减肥，没有，就是那一阵儿有点胃的肠有点多了，一天能吃10几根香肠，确实有点暴饮暴食了，确实不太行。现在一天基本上5根6根差不多，6、7根，差不多啊，可以。如果宁哥你有微信吗？我不玩微信啊，没有微信。还有上次有朋友问我说玩不玩那些就是那种，我其实没有，我就现在我唯一使用的就是微博，啊，这是实话，唯一使用的就是微博，其他的都不弄，也没有。脚步追着秒针，甘愿在你的剧本用更好的距离。怎么，宁哥你不是玩 QQ 炫舞吗？我当年是玩 QQ 炫舞，我玩可厉害了，我每天就没事就练。等待你下次转身，想越过世界线，拥抱一杯。有朋友说宁哥我没信号，我爬在电线杆上看你直播。这么抽象吗？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但他开玩笑，因为一点不好笑。说信号不好，那个在电线杆上看我直播，你可小心点啊！啊，下来，别看了，回家看吧。有朋友说我在山顶啊，在山顶多好呀！我真的现在，我以前是不喜欢去，就是我以前比如说那个小宁，你要想旅游想去哪儿？我想去繁华的城市，我想去那个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说去旅游去哪儿？去北京、上海，我想去这种地方，我觉得很繁华。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基本没怎么出过门嘛，对吧？然后呢，就基本去最远的地方就是沈阳了。我丹东人，就去最远的地方就是沈阳。然后我想说，一旅游说去哪儿旅游？去北京、上海，然后旅游。啊，杭州也挺好的，就这种的。然后呢，现在呢，我真的想找一个特别大自然的地方啊，也不是与世隔绝吧，就是那个地方没什么信号。然后呢，我可以在里边搞一个什么小帐篷啊，或者是有一个小木屋啊。在里面，哪怕每天这个烤肉啊，什么吃烧烤，然后那个就是稍微有点那种野露营那种感觉啊，但是就是与世隔绝，风景特别好那种地方，我挺想去那样的地方的。也不是回归大自然，就是没有，就是想找个那样的地方去静静心啊。我觉得就是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想静静心，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给自己这几年啊，也很多朋友不说了嘛，817嘛，陪了我6年了。这个我觉得给自己催的一直在催，往前跑，一直往前跑，跑的有点就是那个，感觉这个齿轮要上油了，感觉啊，机器人也得上油了，就会有这种心态啊。如今我的身体已经5劳7伤，只想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安享晚年。还请诸位兄弟放我归隐山林。对，适当休息没有，因为我是有一个原因，是我这几部戏都赶得比较紧。说实话啊，这几部戏赶得比较紧。你看那个《产女》拍完了，就没过几天就去了下一个戏，然后这个拍完之后又马上又进组了，就是基本没有缓，哪怕你说给我1个月时间，或者是这个半个月差不多是有，但是半个月都有工作，就没有时间上让我静一静。说哪怕我找一个好玩的游戏，我打1天游戏，或者我找一个地方我待1天。就这种的就都很难，所以我可能这部戏杀青了，我缓一个3、4年吧。在我这一般我就是属于就是度日如年啊。小波，宁哥，我还等着60岁老头撕背心呢。放心吧，啊，60岁开演唱会的时候，给你们表演一个老头撕背心。60岁老头撕背心在舞台上，你给我等着，我到时候肯定给你演，啊，就是60岁我开演唱会，然后在舞台上给挎着背心那种穿的都已经就是那种就是带露小眼儿那种的，就焦黄的那种的，就是耷拉的那种，我咔台上一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背心好撕？因为他那个就已经穿油烂了，你知道吗？就是一撕，老头可能我到了那个年纪，我的身体素质可能到了那个年龄没有劲儿，说撕那种油烂的，然后一撕穿个大裤衩子，台顶上站着穿双拖鞋，就跟你们俩唱。No matter how hard, no matter how rough， 无论寻觅多远的地方。60岁老头给你们唱啊！小酒壶一床，沾你一张光。反正今天这冷荒，头痛嗓子哑。有朋友，你形容完我不想看了，不看出去。不看就不看，有什么可了不起的？你不看，有是人看。我告诉你，我估计我最火爆的那一天，你想想，我60岁了，咱家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比我大的，有的比我小的，但是咱们相差的岁数都不算大，啊，你说说，你到了70岁了，到了50、60岁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娱乐项目？很难，除了就是因为我看我妈就知道，就打麻将嘛，要不打麻将，要不跳广场舞。你还能那个时候还能当光光的去看老头撕背心，这不是一个娱乐项目吗？我告诉你，60岁是我正值当年的时候，我估计60岁是我事业的巅峰，就是全咔，我舞台上一上下边全是60、70岁老头老太太看我演唱会。我告诉你，绝了那个时候。
是不是？你那个时候，而且朋友们是怎么事呢？那个时候你已经就是儿孙满堂，家庭幸福，你手里哐哐每个月开退休金，还有养老保险，哐哐你就是每天就是没有别的事儿了，就是 happy。你看到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经济实力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票是最好卖的。刚才有朋友不说嘛，说宁哥我是学生粉，然后啥的，我就想说，那你学生粉，你先好好上学呗。等你就有一天事业有成了，那个大学毕业了，或者是工作了，事业有成了，到时候你再买票来看我演唱会呗。你想想，咱家这帮朋友60、70岁的时候，那是不是？60、70岁的时候，哐哐那都是啥都就是儿孙满堂，然后家里有存款，啥都有了，就是最有经济实力的时候，又有钱又有时间。最棒的时候，啊，60你60岁真是闯的时候，那也都不是了。有朋友说宁哥，那我拿老年卡打折吗？不打折啊，不打折。到时候朋友们是这样的，到时候你看60岁70岁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说那个是啥的，就是没钱说看我60岁老头演唱会。你跟你儿女去要，你儿女不要，我在网上我就当时我60岁哐哐把直播打开了，我帮你维权，我帮你说你儿女不赡养老人，我都是咱这一块都是连锁体系，为什么直播一直保留？就是为了到时候如果你儿女不赡养你，我哐哐我就开直播，我就谴责他，我就哐哐我就谴责他，我就舆论压力让他就是赡养你。你好像感觉你粉了个刘宇宁，但是其实你粉了一个，就是到了老的时候，有一个人替你说，如果以防万一，说儿女不赡养这块有一个朋友去替你就是伸冤。说宁哥，我要3顶票就可以了，哪票都行，这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就自己的情况决定吧。咱也不是说，因为就是你想买哪买哪，好不好？咱想买哪票买哪票，主要是去了感受那个氛围嘛，去了感受那个演唱会氛围。不知道，反正是60岁的时候再说吧，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到60岁不知道是啥样了就是还是当然也跟大家也说一声，就是总是说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像我们正在打拼的年轻人，或者是你们上学都还好一点，像很多现在正在打拼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就是工作比较辛苦的朋友们，你说啥时候注意过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去考虑过自己吃的营不营养、健不健康？都没有，对吧？所以就是总说身体是最重要，但是都做不到，所以还是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就每次我就每次一到医院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可怕。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就是保重身体，好不好？你们也一块保重身体，咱们都保重身体，多活些年头。行，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然后呢，没事就会直播啥的，然后也有一些，我也在拍戏，也在那个发歌，所以呢，也是个歌手，也是个演员，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没事多多支持一下我的作品，谢谢各位了啊。有朋友说宁哥，那你这个演唱会上撕背心撕几轮？你有病吧？这叫什么问题？什么叫撕背心撕几轮？我晚上备100件背心，专门就给台上撕着玩，撕一件穿一件，撕一件穿一件，整场晚上演唱会的表演就是撕背心，手撕100件背心，你说撕几回？
我说养生养生，我睡觉了哦。你11点半睡觉，你说你养生，你养的哪门子生？你在国外啊，咱有时差呀。你11点半睡觉了，还号称养生，你咋不现在把饭再吃一顿呢？你现在吃点饭吧，你就是吃饱了睡得更好，养生。为了让这个胃里有东西睡得比较踏实，吸收营养，夜宵整上呀。昨天我听了个词儿，说夜宵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所以该吃。啊，你没有说吃夜宵或者什么罪恶，没有，他只是你提前把早餐吃了，提前6小时吃了早餐而已。咱们年轻人做事儿都打一个提前量。都是提前做，就是笨鸟先飞嘛。咱们包括无论生活工作上都得努力。有朋友，宁哥，那我一天5顿饭怎么算？5顿饭不能，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什么，我只能就是称赞你家庭条件真好。看来你家庭条件不错，一天家做5顿饭。你家开饭店的吧？你不能说每桌客人来了，哐哐一上菜，你过去跟人搭讪，就哐哐在桌上吃。你家开饭店的，那是另当别论。你这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你爱吃，第二是啥呢？你估计你家庭条件不错，算你有钱啊。5顿也可以，其实吃5顿、吃4顿，这个都还好，我觉得啊，因为是有朋友说坐月子吃是吗？我不懂啊，因为我确实没坐过月子。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健身，有很多健身的人是一天吃4顿5顿饱，我不知道，我听说的啊。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强度的健身，听说好像健身的人应该是有一天吃5顿的啊，就是他为了保持身体的这个能量去大消耗量大嘛，啊，这我确实不是太知道，我一天几顿啊？我一天有时候也3顿吧，2顿，基本平均是2顿，因为有的时候起来就吃1顿，然后晚上吃1顿就完事儿了。是这样的，基本就是2顿啊。然后有的时候出工特别早，我早晨就吃一点，早晨就吃点那个早餐，然后呢中午就吃点，中午晚上都吃。起得早就吃3顿，起得晚就吃2顿啊。有朋友说：“宁哥，我一天8顿，你开心就好啊，你开心就好。我干预不了你，我也没法去。就是我心中冉冉升起2个字，但是我不好意思说。一天吃8顿，那么你纯不是纯栋梁吗？啊，是不是？你纯就是是吧？”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是啥玩意儿投胎？你是这饿成这样，一天吃8顿饭，你干嘛？就犯不上吧？啊！有朋友打了一些字，那不是，我没有那意思，没有说那个意思。我说你不是纯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貔貅好像不太好。你不纯饕餮吗？你不纯，你不纯麒麟吗？你不纯，就是这种神兽，
就是进食量都很大啊，你不纯就是骆驼吧，不就是骆驼。你不纯数码宝贝吗？你不是也没有，数码宝贝好像不吃吧？不知道。然后你开玩笑啊，差不多了啊。历经当年心不乱，牢记心中信念，不放弃勇敢，心残真些人，是那四方是少年。我看直播间怎么还有骂我的？啊，看来这个直播间有点龙蛇混杂了啊，没事儿，无所谓啊。我太逗了，没事儿，朋友们困了早点睡觉啊，早点休息。然后那个什么，我也没事儿，反正我没事儿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啊。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也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然后当然也是我们817的一个节日嘛，然后希望下一个817你们还在，晚安各位。